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遇见禅茂老师。我们很开心，今天又遇见禅茂老师了，赶快跟老师打招呼。大家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老师，这一题有朋友写信来哦，他说：“请问老师，祖先牌位不能用照着的，香火会收不到，有这种事吗？”老师，这个其实题目我也自己听不太懂啊，那可能你比较了解，是不是帮我们说一下吧？这个就30几年前吧，我曾经到乡下去，对，然后帮人家看阳宅，然后他们的老奶奶就走出来跟我讲说：“老师，啊，我以前拜公妈拜拢嘛，干那一袋茶，啊，放伊遐尔，啊，阮囝讲迄歹啊，讲要甲我换新的，结果伊换倒来，既然一个玻璃坎，啊，甲阮的公妈嵌伫内底，安尼阮的公妈是不是阮点的香伊拢食袂到？照着了。对，所以老奶奶的讲法是，以前他从他的公公手中接下来的是一个木牌而已。那他儿子觉得这个不合时代潮流，看到外面的人家神主牌都好漂亮嘛，都有玻璃框，而且又很干干净净的。对，所以儿子可能就把它换成新的。那老奶奶心里挂念，不敢讲出来，是知道先那个老师到了，他就故意在他儿子面前提这个问题，说这个问题我在30几年前就已经回答过老人家。那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？我跟老奶奶讲说，我们烧香是不是插在香炉？是。对啊。那香有没有插在神主牌位上？没有哎。那神主牌位跟香炉之间，它各自又代表什么？所以有人是有用牌位，有人没有用牌位，只是一块布，上面写堂上承事历代主考比之神位，就钉在墙壁上，但是它前面有放一个炉。对。所以我们讲说，福田广种，广种福田，福田2个字就在讲心地，福田也在讲炉。所以我们家里供的神主牌位跟神明的法像，对，它前面的炉就是他们落座的地方。那神明的法像代表这个家目前有法像，就是这3尊神在做主的。对，其他过往的神灵来，他也是落座在神明炉上。那祖先牌位堂上承事历代主考比之神位，那不知道哪一个祖先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回来落座也是坐在祖先的炉上面。所以我们实际上神位上的法像跟牌位，它不是可不可以接收到香火，而是我们有没有诚心拜拜把香插上去。那你有神位又有牌位，可是你连手举起来，香不用讲，光手举起来拜你都不要了，那他们放在那边，他们接收什么香火？所以我们讲说，广种福田，福田广种叫做勤烧香。那勤礼敬，那你懂得拜神明不是拜我这一尊神长得好漂亮，我要拜他；那尊神长得不好看，我要拜，我不要拜。应该讲说，我们在拜就是看到了法像，知道他为什么够格坐在我们的神桌上，是看到我们的祖先承事历代主考比，应该要感念先人，他怎样子披荆斩棘，能够传到今天，对，让我们可以有那么多的贵人，让我们可以事业做得那么顺利，让我们的家庭能够这么和乐。对，所以祖先牌位只是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记得饮水思源。是，所以祖德的流芳，让杨氏子孙记得不要忘记先人的辛苦。所以他跟接不接收得到香火没关系。所以时代在进步，他用一个玻璃罩把它罩住，对，保持它牌位的鲜亮。那以前的人为什么没有那个玻璃罩？因为以前没有玻璃。是，所以不要以为以前人不想干净，以前就没有这样产物。你要他如何生出这个东西出来？所以我们时代在变，我们要知道观念，为什么它牌位它的重点，对，炉它的重点是什么？是，所以让我安过神位的一些客人，我都跟他交代，你平常桌面能够保持干净，最好。所以每一天要上香之前，你甚至都可以把敬茶的台拿起来，炉旁边都可以擦干净。如果到初一15，你想要大整理，
就算连牌位请下来，把那边擦干净，神明的法像请下来擦干净，再就定位把它放好，都没关系。但是唯独2个炉不要轻易动，因为我们在请神落座就是在香炉上，对，我们请主上座也是在香炉上，所以我们安神位实际上重点在2个炉的位置，还有它的距离，对，而不在它牌位可不可以用什么造数，还是怎样子显现出来，是它不是重点，所以神桌上2个炉不轻易动，对，但是连敬神灯、烛台，还有我们的敬茶台，甚至都可以先收下来清理干净，再放上去。所以竟然神位代表我们的灵台，是不是让灵台鲜亮？对，代表我们的智慧很灵光，反应很好。所以聪明跟智慧2个是不同东西。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不一定讲得出来。像她就很有智慧，懂得选这个老公，但她就不会说我爱你，反而是她老公讲我爱你，对，一直抱大腿，对，有智慧不一定聪明，她老公一看就聪明，懂得选这么标致的老婆，真的选得好。所以聪明跟智慧还是2种事情。老师，那这样子听起来的话，我以这一题来说的话，反而听你说是以炉更重要呢，因为反而是祖先或者是神明落座的位置，老师，那这样子我问题来了，那我从安祖先到现在。那个神明炉，我里面呢，就是插香之后都烧到最后了嘛，我都没有把它拿下来整理，老师，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应该要定期给它整理一下、铺平一下，是不是会比较好呢？因为我再来第2个问题是说，那我每一次早上晚上都跟祖先礼敬嘛，我都没有上香，那这样也是可以的吗 ？OK， 这样是 OK 的。你刚刚讲一个我都没有把它拿下来整理，吓我一跳，不是把炉请下来整理哦。我知道了，而是留在那边。然后你看以前的大户人家，他们的那个神桌旁边都有摆一个案台，里面有摆一双银块还是铜块，然后一个汤匙，一个就像在铲平土地上的那个铲子，那就是我们到初1还是15，那个大户人家都会用一个盘子过来，把里面的香角都剪一剪，剪一剪。不好意思用手下去抓，就用一个筷子在里面再搅动一下，把一些像花炉以后香角残留在里面，都一起把它夹干净。夹干净完了以后，如果假设这个炉它的香火旺盛，已经炉灰都快满出来了，炉代表我们的心境，当它满出来了，我们就会觉得胸口很不准，很阿杂，所以那个汤匙就要把那个香灰挖起来。一般炉最好都保持在8分满，所以把它弄好，到了快8分满的，然后再用那个抹平的那些东西，再把它下来弄平一下。那我们都没有那些东西怎么办？就用那个纸钱拿一张起来，然后就把它再拨平一下。那筷子我们也没有准备，卫生筷好不好？不用，你就可以用香角。弄几根，这样帮它搅一搅，把那个炉灰搅一搅，然后再把它拨平。那炉灰如果太多了，再挖一些起来。所以最起码初1、15把它处理一下，时时保持香炉的那种干净，然后保持桌面的整洁。这样我们的灵台、我们的心智就会智慧、聪明同时有。哇，老师这一集我听得很认真哎，对这个。连结尾我都没有时间想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真的平常你不会知道的。如果老师今天没跟我们分享的话，而我们也都不晓得该怎么处理。真的还好，在这一题借着朋友的提问，我们也一次又做了新的学习。对，好，那这样初1、15是个好时间。对，但不过神明都比较高一点，或者是祖先也都比较高嘛，我们可以拿个椅子站上去，不要移动炉，就是把它。弄干净处理一下，这样子都可以哦。老师，我也曾经听你说过，是不是这个？你曾经讲过这个罗纳卡桑探吉的为轻桑，是这个意思？有这个典故吗？炉代表我们的心田，炉如果松，代表我们的心情就会比较轻松。是，那你心情为什么会轻松？因为没有阻碍嘛。对，所以没有阻碍，是不是赚钱轻松才没阻碍？真的，赚钱如果不轻松，是你是不是会挂碍？对，一样8小时，人家赚10几万，我才赚3000块，那不是很怪？老师，这一题也可以成为下一次我们的延伸主题。
不要一次跟观众讲太多。开玩笑。好，我们非常谢谢老师今天跟我们讲这一个非常重要，大家在家里有拜神明、有拜祖先的哦，你都要记得这一部影片重复看。非常谢谢老师的时间，感谢你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朋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新片喽。拜拜。拜拜。